帕金森病是多巴胺系统的缺乏，因为多巴胺细胞死亡，它没有办法制造多巴胺。这个病呢，目前是良性的，它跟糖尿病、高血压没有两样。你控制它，甚至到20几年都没有问题。应该不需要为了得到这个病再焦虑忧郁的。所以我常常跟病人说，你只要60岁发病，你几岁退休啊？他说我现在就退休不行，最少65岁以上，更好你继续工作到70以上都没有问题，这个不会剥夺你生存的权利。好，欢迎来收看《健康大前线》，我是钱子。大家知道吗？4月11号是帕金森氏症日哦，那是世界性的。可能你也发现了，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周围的老人家罹患这个病。那它到底是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呢？哦，那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病呢？我们今天请到有我们台湾帕金森氏症之父陆庆松医师来告诉我们这所有的答案。医师好。你好，你好，是医师。我们知道您研究帕金森氏症很多年了哦，也是我们国内的专家。那现在很多人都在看，好像我们周围的一些长辈啊、老人家罹患这个病越来越多，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现在应该把它证明，不要用帕金森氏症，应该叫帕金森病。哦，帕金森病，这是专指这种退化性的帕金森的这个病人哈。那帕金森病它通常是好发在60岁以上的病人，但是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利。青壮型的帕金森大概在50岁以下都可以发病，甚至在30岁以下也有这个毛病。但是年轻型的帕金森病人呢，它的遗传性比较高。哦，也就是说，如果你是50岁以下得了帕金森病，那可能他的下一代就比较可能会被遗传。对，遗传性相当高。那一般，譬如说老人家，他的这个遗传的几率大吗？假如说你发病年龄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那这时候他的子女发病的几率稍微高了一点。但是一般来讲，在年纪大才发病，我们大概跟遗传性比较少相关。那在青壮年的，它的遗传性相当高。全世界目前已经知道有跟帕金森病遗传相关的基因，大概有25种。那你就必须要去做这样的筛检，越年轻它的遗传性越高。那有比较家族性的，3代都有的，现在做基因筛检蛮方便的，看他有没有这样的基因，所以年轻发病的话比较容易有遗传。青壮年人哦，如果他得了这个病，初期的症状是什么？是手抖吗？譬如说像我，也许拿这个水这样抖一下，像我算不算有早期的症状？当然不是哦。所谓的帕金森病，它的典型的症状就是静态性的颤抖。所谓静态性的颤抖，就是他不动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喝咖啡啦，也不紧张啦，那手就不自主的一直在动，这才叫做静态性的颤抖。那刚才我讲，你拿了杯子、拿水瓶，这个叫做动态性的颤抖。那这个跟帕金森不一样，所以很多人说，你手会抖，那就是动态性的颤抖，那个是帕金森病的，赶快去看医生。不是的。它是静态性的颤抖，就是像搓药丸子似的，或者是数钞票似的颤抖。不自觉就没事的，它就在那抖抖抖，一看它，没了。这个才是标准的静态性的颤抖。可是有一些人，如果他紧张，他可能也会这样。紧张很少有这种，它都是这样子，不会是这个搓药丸子似的颤抖。所以你有可能不自觉在那边搓药丸式的颤抖，那可能要注意了。对，是这个意思。对，通常病人自己并不知道，是他的家人告诉你爸爸看电视的时候怎么手在抖啊？注意一下，又没了，这才是标准的静态性的颤抖。那这个抖呢，通常都是单手开始，会颤抖，会僵硬，会动作慢，是帕金森病的特征。所以说颤抖也要分得很清楚。所以你家如果有一些老人家或者你周围的一些长辈，他自己都没注意，他就在那边像搓药丸、数钞票、数钞票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一下子有，一下子没有，可能要去看一下医生了。对，特别是看神经科医师，更专业的动作伤害科医师，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可以得到比较正确的答案。那医师，我想要请教像是我们的前总统陈水扁，阿扁总统，有没有？就是手会抖，
那个算不算呢？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我可以亲身的告诉你，它的抖呢是有一点静态性的颤抖，同时它的抖的频率也大概跟帕金森很像，但是它因为有精神的压力非常严重，那个时候，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属于精神性的颤抖症，不是典型的帕金森病。所以他现在呢还是生活的好好的，没有什么一直进行，因为帕金森病是不会停止进行的，它会持续的恶化。所以它是不可逆的。不可逆的。目前呐。以后有新的药物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在目前的医药能够控制，它是不可逆的变化。有人说脱脚也是一个典型的症状，可不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那是什么？我刚才讲，它单侧的手，当然单侧的脚开始的也有。那脱脚就是说，它不但步幅变小，有时候往前冲，好像刹不住的感觉，已经是帕金森的症状了。它不是前兆，它是征兆。那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当一个病人他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不是要考虑到腰椎的问题，或者是老化，还是说他老了就脱指甲，不会的，这要去检查看看是不是帕金森病。好，也有人说，医师这个帕金森病它会让人变得呆滞，然后呢动作很慢这些都是典型的症状吗？是的，因为他脸部的这个肌肉的僵硬，他没有办法做好的表情。通常说没有什么笑容，好像我们讲扑克脸或面具脸。有些人他就是比较木讷，被误认为帕金森也有可能。但是当你的亲人他以前不是这样子啦，眉开眼笑啦，喙笑目睭笑啦，这种笑容满面啊，但是他有这样的改变，变成不太讲话、不太有笑容的时候，就是要注意的，及早治疗啊。经过治疗以后是可以改善的啊。像我当年在跑新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个叫柯四海的。柯四海抗议常客，对，马英九还我牛。我们那时候在跑，我电视台记者嘛，他都会拿一个这个手板说马英九还我牛啊！我们在做连线 live 的时候，他就在我们后面。可是后来他老了之后，也得了帕金森病那时候看到新闻也是蛮感慨的。那有一些前兆，可能在这边提醒观众朋友，第一个是手在休息放松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出现颤抖，对，另外第二个是走路的时候手不会摆动。像我们都会很自然的摆动，对，特别是有症状的那一边，他就摆得不好。还有另外就是你走路的时候，一只脚拖在后面，拖步伐那样子的感觉，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症状，所以这个大家可能要再 double check 一下。还有你步伐很小，然后常常跌倒，对，这可能也是前兆啊。第六个是觉得懒洋洋的，做事没有动力，另外就是脖子这边的后方，颈部后方跟肩膀。常常会疼痛，尤其天气一冷，他就好痛好痛，所以僵硬疼痛常常也是前兆。所以并不是说我这样腰酸背痛，就是我去给人家按摩一下，那可能就不是。对吧？按摩也不好的话，你就要找医师啊，不要光按摩，不要光按摩。那另外是会开始刻意避免跟人家相处，变得比较孤僻。那就是个性的改变，就是他会有焦虑、忧郁这些的。那为什么变成一个个性？这个时候就有出问题了，他自己并不知道。对，所以大家可能要很敏感的去察觉一下。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音调会变小，或者是沙哑。通常声音会比较小，他有时候是话到口中讲不出来，慢半拍，或者说话没有像以前那么样。一开口就出来了，声音没有那么快出来，这些都要注意。OK， 最后一项是写字变慢，字体变小。那个就是说，当你是右手发病的时候，你会越写越小。我们通常都给病人画圈圈，他越画越小，越画越小。他名字从头写得很大，后面就越写越小。假如放在左手，你右手就没有什么差别，可能会晚个2-3年。还有我特别要再讲一下，有些人就是50肩。我们关节的营养是要靠活动的。对他因为他开始他并不知道他手不会动，关节卡住了。就变成50肩，治疗半年以后都不好，最后他知道，你是帕金森。
哦，也有这样的有。所以如果你有以上的症状，千万不要轻忽哦。对。那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其实我跟陆医师闲聊，就是觉得说周围或是听说谁谁谁的爸妈，对，好像越来越多，以前很少听到是真的吗？真的越来越多吗？我想这有分2个部分来讲本来他好发的年龄就比较年纪大嘛，所以年纪是一个诱发帕金森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环境的因素也是很重要，你不要接触有害的物质啦，那你养生啊，对你来说是某种程度的有一些保护作用。那现在资讯越来越发达，是以前我们很多病人他像你刚才我们提到的脱指甲，然后去开完骨科开刀了，也没进步，才来找我们说你原来是帕金森，你3年前就应该来了，你开那个刀根本就没有帮助。所以资讯进步以后，病人管道比较多了，他就会来找，所以这个也可能发现的这个病人会比较多。第3个部分，以前药物不发达的时代，我们现在的平均的这个帕金森的余命是比30年代的帕金森余命多很多，多个10年以上。所以人因为活得越多，自然觉得病人常常听到他也帕金森，他也帕金森，所以就觉得好像人多了，造成觉得好像我们常常听到帕金森的这样的病人的消息。是，那陆医师，帕金森病到底怎么确诊？要抽血吗？还是要做什么样的扫描？我想最主要的还是临床的诊断，颤抖、僵硬、动作慢，再加上神经学的理学检查，可以判断个大概6、7成没有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再做脑部的核磁共振扫描，叫 MRI。那更具体的话，我们可以做这个核子医学的多巴胺影像的检查。那这个是更确诊了。那多巴胺影像呢，它是可以发现说你的多巴胺细胞是不是减少了，所以这2个是最重要的。那至于抽血呢，可以测定血中的阿尔法突触核蛋白，看它的高低，是不是你有这个可能性会得到帕金森病。那如果真的不幸得到这个帕金森病，它是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治疗吗？还是说只能眼睁睁的看它越来越恶化？帕金森病它是脑部的一个黑质细胞的退化。是因为有不正常的阿尔法突触核蛋白的堆积，造成细胞的退化。那这个病呢，目前是良性的，它跟糖尿病、高血压没有两样。你控制它，甚至到20几年，3个 Lucky 7，它可以维持这么久。一般人听到帕金森病，真的会很紧张、很害怕，就好像判了死刑一样，好像是绝症一样。那从此以后就愁云惨雾。其实不是的，不是的，他还可以工作，还可以活得好好的。大概21年是一般的估计啦，大概都是没有问题。所以假设这一位先生或这位女士，她是65岁得病，她其实后面还有加21年就86岁了，也可以度过她的average 的平均的这寿命。女生大概87岁嘛，男生大概82岁啊81岁。是，所以男人真命苦。这是一个好的消息，而且大家的观念可能要 update 一下哦。对，不是绝症，重要的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对帕金森病药物治疗，特别是左多巴，就可以补充这个多巴胺的不足。但是很重要的，吃药就像吃饭一样，要定时定量。病人常常吃，我好了，路易斯我病好了，然后就不吃了。这里要提醒一个观念：有药可治，总比没药可治幸福100倍。不要排斥吃药。这重点先讲，吃药对这个病人是主要的治疗方式，不能中断，不能中断。我知道很多病患会担心说加载油会有副作用，对，这个副作用可以避免吗？或者是有没有副作用？这个是所有的人的一个心理的症结啦，就是说油加这会不会造成5脏6腑？肝肾功能不好，不会的它的副作用，恶心啦、头晕啦、嗜睡啦、便秘啦，有些病人可能会有行为的改变，那这时候可能你服用的药物呢过高过强，那这时候请医师给你调整药物，它就会改善这些症状。所以重点是你吃的药就要定期的回诊，让医师把你
调整，好好的照顾你吃药到底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要乖乖吃药，然后按照医师的调整，如果有不舒服，医师自然会帮你减量啦，或增加啊，各种的调整。因为你假如是标准的帕金森病，它是良性的，有人吃了以后他好了以后，他觉得我可以不吃了，手没有抖了，对，所以这个时候重点就是吃药要持续。对，吃药一定要持续哈。那另外呢，其他的方式，手术啊，还有电疗啊，这怎么一回事？它就是所谓的深脑刺激术，叫 Deep Brain Stimulation。那这个手术的方式呢，对于中后期的病人，他有服药不稳定的情况，或者是有并发症的情况，我们必须要减药，所以用这个手术来取代一部分的药物。这个装晶片呢，目前国家还有补助。装晶片是什么意思？我想先请教。装晶片就是说，我们这个头部呢，可以打2个洞，放一个针进去，到特定的部位，叫做视丘下颌。刺激器摆在我们的胸前，就像 pacemaker 心脏节律器一样，经过皮下来刺激脑部的这个视丘下颌，可以让这个病情获得改善。病人吃药就不要吃这么多，一般平均的价钱大概要100万左右。是，那政府是补助80万，所以相当有效的解决比较晚期的病人有并发症的时候，或者是药效不好的时候，那他还可以维持10几年。所以我说，一个帕金森病人，你药物控制再加上晶片，大概可以到20几年都没有问题。是这样子，所以装晶片应该算是最新的疗法吗？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新的，譬如说导引式的聚焦超音波。那这个也是对于特定的帕金森，特别是颤抖型的帕金森，这个是比较有效，但是这个要自费，要花60、70万左右，同时它只能开一边。那装晶片放2边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目前国家有这么好的手术治疗的方法，对晚期病人是一大福音。因为这个4月11号是帕金森病日嘛，所以我们特别重视这一天，然后我们做了这个专题，也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人得了这个病，你不要觉得是世界末日，其实还是有方法可以改善你的生活让你活得更这个有品质一点哦。刚刚医师提到3个 Lucky 7，对，意思是21年吗？就是说你得病的时候，你起码还有2个 Lucky 7可以好好的工作，蜜月期7年，工作期14年，第3个 Lucky 7就是有品质的退休，是这样子。那有些人甚至超过21年，他也不装晶片，也还活得好好的，也有。所以相对的来讲，它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毛病，它是可以治疗的。虽然目前没有办法把它断根或者是治愈，但是它是一个良性的毛病。所以得了帕金森病，你就跟得到糖尿病、高血压一样，没有什么好怕的。所以我想，除了前面吃药，再来就是手术，再来就是运动，特别是运动或者是复健是持续不断的。那到底要怎么样运动？医师的推荐是什么？太极拳、脚踏车，骑脚踏车，年纪大的话就骑那个飞轮。再来是瑜伽、健走，甚至探戈，这些都可以帮助病人的改善他的症状。特别这些运动呢，可以增强你药物的效果。这是很重要的。是，它可以延缓它的退化啦，改善它的僵硬啦，让病人的生活品质变好。很多病人告诉我说，尤其在初期、中期，他运动完以后，他好像变得好了一样。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规律不间断，这是运动对于帕金森病的帮助是非常大的。重要的补助药物的一个方法。对，吃药要定时，而且一定要持续吃。接下来运动，运动可以帮助你的药的这个效果。对，不管您是喜欢打太极拳、骑脚踏车、瑜伽或者是健走、探戈，你可以选一个你比较喜欢的，然后持续不断的做下去。为什么说这个太极拳或者跳探戈会改善呢？因为帕金森病人到晚期，他步子不太容易迈得开。那太极拳呢，就是原地的旋转，所以这经过验证的。
那巴西的探戈，夫妻抱在一起在那边旋转，对于脚步是有帮助的。所以这个2个是一般推荐。另外一个部分，这里是讲祈祷的是比较年轻的病人，那一般讲年纪大一点呢，他踩飞轮就可以，他做事的就可以比较不容易受伤。这些运动我要强调的不要受伤。对，那它可以增加心肺功能。这里我特别在讲瑜伽，因为帕金森病人到后期比较容易弯腰驼背，或者是身体倾一边，叫比萨斜塔。比萨斜塔，那我们就要增强他的颈部、背部及腰部的功能，所以我们做瑜伽这种方式对病人是最好的。所以大家要记住哦，如果家里有这样的病人，或者你本身是病人，就做这几样。对，每天做，不能偷懒，不可以偷懒，要持续下去哦。对。那刚刚医师有提到说，卖拔豆不要受伤，这很重要。那骑脚踏车可以骑那个像是固定式的，对，在健身房里面也有。对。那家里面怎么办？因为很怕病人跌倒，要怎么布置？我想我们常常有一句俗话叫"老人怕跌"了哈，老人怕跌。帕金森病人到比较中晚期以后，他就平衡有一点障碍，常常会跌倒，所以在室内跌倒的机会非常大，室外反而不见得会跌倒。所以你要去除障碍，譬如说你的走道，你就不要摆障碍物，那你要有扶手、椅子，你要有扶手，要有靠背，这个是很重要的。再来地毯你要固定好，那地板有湿滑的地方，你要弄干净，不要踩下去就滑倒了。对，所以这些东西确实可以改善病人的意外的发生。年纪大，因为这些病人运动量本来就不足，很容易骨质疏松，那一跌就是大腿骨就跌断了，骨折。一旦有骨折的话，它的复健更困难，所以避免跌倒是最重要的。不管你是外来还是家人，绝对要避免他跌倒。这个对帕金森病的病患非常重要的一个照护，就是避免他跌倒。其实对老人家都一样，对，这个真的不能跌倒的。那另外在饮食上面呢，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因为帕金森病人，我刚才有讲过，他的运动机能比较差，很奇怪的，他全身的肠胃道的蠕动也比较慢。所以帕金森病人就很容易便秘，加上药物又可以增加便秘的这个程度，所以呢，饮食就是高纤维多吃蔬菜水果，预防它便秘。那蛋白质这个特别注意，因为蛋白质会影响药物的吸收。那你这样子的话，最好吃药以后隔1-2个小时才摄取高单位蛋白质，譬如说牛奶啦、豆浆啦、cheese 啦这些东西，这样才比较不会影响药物的吸收。这也要特别注意的。那他可以开车吗？帕金森病对病人来讲，他常常会抱怨说：“我都较袂行，你不让我开车，我开车很好啊。”对的，大家假如说没有平衡的问题，没有常常跌倒的问题，开车对他来说是一个缓解的一个方式。他当然是可以开车，但是你有平衡的问题，你协调不好，甚至有一些判断不好、智能有问题的时候，你最好是不要开车，那会造成更大的问题。那你怎么知道有这些问题？常常要去找医师给你评估看看你的帕金森的这个评量表，或者是心智或者精神上有没有什么问题，才准你开车。是，而且旁边最好有人在旁边陪伴会比较好一点点。我知道很多人就是被宣判得到帕金森，其实心情都会很差，因为我怎么会得这个病？所以是不是有很多病患会有忧郁啦，或者是各种心理上面的疾病？这可以分2个阶段来说啦，忧郁、焦虑，或者是一些嗅觉障碍，可能是帕金森病的前兆。他在颤抖、僵硬、动作慢之前10年、15年就是有这种前兆，然后得病以后呢，也会忧郁、焦虑，这个更严重。所以它是2个阶段的问题。帕金森病是多巴胺系统的缺乏。因为多巴胺细胞死亡，它没有办法制造多巴胺。但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好几种的神经传导物质也丧失，就会造成焦虑、忧郁这些东西。所以它既是前兆，也可以是后面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你必须治疗身体的部分，这些焦虑、忧郁的问题也要一起治疗。好，虽然以动作爱为主轴，
但是他心情啦、焦虑啦、忧郁有可能伴随在一起。所以你意识要分清楚，两边兼顾，治疗就会更好。所以这是一个全方位的、整体的一个治疗哦。到目前为止的医学呢，还没有办法有可以治愈的方法啦。但是就是说，你目前的手术啦、药物啦，就可以控制20几年了。然后呢，他又60岁才发病，应该不需要为了得到这个病再焦虑忧郁的。当然你有运动啦，有营养啦，心情的管理啦，很多病人都几乎可以接近过着正常的生活啦。所以总而言之，它是一个良性的毛病。不要为它忧虑，它就跟糖尿病、高血压一样。所以我常常跟病人说，你只要60岁发病，你几岁退休啊？他说我现在就退休不行，最少65岁以上，更好你继续工作到70以上都没有问题，这个不会剥夺你生存的权利。所以我们要有很正确的认识帕金森病，没有错，才能够面对它、处理它，对，放下它，对，因为我们的恐惧可能都是来自于不理解，对，它不是绝症。它有方法让你过得跟没有生病一样的日子，对，包括医师刚刚跟我们说到的 Lucky 7， 3个 Lucky 7， 其实你是可以度过一个很好的生活品质的。那大家平常就要注意了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像手会不自主的颤抖啦，那有时候走路步伐会拖啊，不见得是你的脊椎或是你的骨头出问题，可能就是帕金森的前兆。万一真的很不幸的确诊了，也不要灰心丧志。其实现代的医学可以帮助你。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陆庆松医师来跟我们说帕金森病它的方方面面以及治疗的方式，还有如何缓解它，让你过更好的生活。非常谢谢陆医师，也谢谢大家持续收看健康大前线。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拜拜。